Hello，大家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做的武将解析呢，是我们司马昭之妻哦，也是最近刚出的一支新武将哦，王元姬。那今天的影片呢，会跟大家解析究竟我们的王元姬哦，值不值得投资哦，尤其是他在各个的一个玩法中究竟强不强哦，还有他的战魂选择跟他的技能等等的。那另外的话，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的时候呢，我学到一个新的技能，就是上了 CC 字幕。所以如果说想要看字幕的朋友们呢，要记得打开 CC 字幕哦。那如果你也喜欢真三国无双霸的话，每天呢我都会上传至少一部的真三国无双霸影片，那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王元姬哦，它的一个碎片获取的方式哦。其实现在它才刚出来没有很久哦，那它的碎片获取方式呢，其实老实说没有很多。OK， 那不过呢，它是我们这一次的 H1 百花大赛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奖励哦。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次它的大赛季的时候，究竟有送哪些以及它会有到什么样的阶段的时候会送。所以其实是在群英手，那我现在已经有拿到了。那其实任务都蛮简单的，所以相信大家各位朋友一定都可以。所以到群英手的时候，就会送你第一个王元姬 ，OK， 就会送你到第一个王元姬。那到霸四方3的时候呢，会送你一个王元姬的天魂哦。那我个人会觉得，王元姬的天魂呢，会是最主要的一个战魂哦。那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那在接下来的话，就要等到战天下的时候，会再送你一只王元姬。所以也就是说呢，其实在这次的百花大赛季呢，你可以直接把你的王元姬练到这个紫星练到紫星。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的王元姬哦。所以它目前的话，除了在百花大赛季呢，还有可能透过我们的一般的羁绊对决 ，OK， 只是它现在也比较可惜啦，就是它的羁绊也不多，它的羁绊目前只有3个，所以可以透过我们的羁绊对决。那另外就是情谊啊、美洲自选以及商城秘宝。所以 overall 来说呢，我会觉得它在养成上面其实是偏比较难一点点的偏比较难一点点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王元姬的一个羁绊哦。那以上这些就是王元姬的羁绊。那我觉得它至少有个好处啦，是它跟包三娘还有星彩都有羁绊。那包三娘呢是超凡武将嘛，那星彩呢是卓越武将，其实2支武将都很好练，所以这个羁绊要升到高分一定不会很难哦。那另外的话是跟我们的郭淮，那它最主要的这个羁绊呢是这个边陲天秋跟我们的包三娘，它是说有几率可以触发一个比率的伤害就蓄力攻击呢会有一个劫狱斩，对敌方造成就是额外10% 的一个最大生命值的伤害那间隔30秒。这个跟我们的周泰 OK， 跟我们的周泰有一点点像跟我们周泰有点像。所以这个呢，有玩王元姬的大家呢，记得包三娘一定要把它练起来。其实这个伤害其实会蛮高的这个伤害会蛮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王元姬的一个战法 OK。那它的第一个战法呢叫做冷傲 OK， 那这个呢主要是提升它的一个暴击率的，所以到等级5的时候呢，它可以提升暴击率到 16%， 这个是第一个战法。那大部分的武将其实在第一个战法呢都是提升攻击力啊、穿透力啊，要不然就是暴击率，所以王元姬其实也不意外 OK。那第二个战法叫做寒星，那这个寒星呢是在战斗中呢对附带减速或冰冻效果的敌人伤害提升 8%那我个人会觉得这个战法还蛮重要的，因为它其实王元姬有非常多的一些联动技能呢，会对敌人造成一个冰冻的或减速的一个效果，所以第二个呢战法可以有效的让王元姬呢它的这个攻击力到下一个档次。那第3个战法呢，会是王元姬一个最特殊的战法，叫做命影寒霜。那这个战法呢，是说，王元姬只要触发暴击，它对命中目标就会加1层的寒霜印记然后会持续8秒钟。那在印记的这个持续时间呢，会对目标造成25% 的这个攻击伤害与
2.5% 的这个减速效果，所以搭配刚才先前的那个减速效果这个战法，它其实就是会得到一个攻击力的一个叠加。那同时这个寒霜印记是可以叠加80%的，可以叠加80%。所以它这个触发条件就是有暴击，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有玩王元纪的话，你把暴击撑高其实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暴击撑高的方式呢，其实你可以透过武器里面的这个相应武器的这个刻印呢，可以得到一个暴击的提升。再就是你本身的一个练度的一个等级就是你的游戏等级提升，也可以提升一个暴击率。再来就是说，你透过工会的这个秘书也可以得到一个暴击率的一个提升那这个就可以在相辅相成，让王元姬在这个战法里面得到很好的一个提升的效果。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王元姬的一个专属坐骑。那这个呢是王元姬的目前的专属坐骑，所以主要呢其实就是绝影跟燕生，那跟这个夏侯渊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它的这个呢效果就是说自身8秒没有受到伤害的时候，穿透力可以提升 60%， 那燕生的话就比较低所以我觉得没有到特别特殊这个大概就是它的专属的这个坐骑。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战魂那王元姬的战魂呢，子魂跟所有的武将一样，就是其实都是加一些基础的攻击、防御、穿透等等的，没有太大的一些能力就不多，我们就不多做解说。那我们来看成魂那成魂的话，天魂我觉得是王元姬最重要的一个魂那也是这是官方在百花第一赛季就会直接送给大家了。那这个魂呢，其实主要就是说王元姬对于附带寒霜印记的敌人造成伤害时呢，他自己可以提升一个速度，那暴击率也可以提升所以也就是说，你只要是攻击有寒霜印记的人呢，你的暴击率就可以提升。那提升的情况，你如果又触发暴击，你的寒霜印记就可以叠加，所以它其实是对于你的战法是一个超级相辅相成。这个天魂一定要赶快把它弄起来所以如果到9阶的时候，成魂可以到 25% 的一个暴击率。那如果是地魂的话，就是 EX 技能触发暴击的时候呢，命中目标就会造成一个攻击力一个很大 % 的一个伤害，那持续会有一个 3.2 秒练到9阶是 3.2 秒的一个冰冻效果只是因为 EX 技我们没有办法那么长发放它可能都要等一阵子可能10几秒20几秒，所以我觉得地魂的优先程度会摆比较后面一点点。那最后的话是人魂，人魂的话是说一样是王元姬命中目标附加寒霜印记结束之后呢，目标会获得持续6秒的这个刺骨效果。那这个刺骨效果呢，就是王元姬在释放蓄力技能呢，会对目标造成不等值的一个攻击力伤害那伤害是不可重复触发的，冷却时间会有8秒钟。也就是说，其实你只要有让对方他有寒霜印记，只要结束之后，你再用蓄力招打他就会非常的痛就会非常的痛。所以我觉得王元姬的战魂推荐呢，先天再人再地。那红魂的话就会是更恐怖了我们来看一下红魂的这个天魂它到9阶的时候呢，只要是对有寒霜印记的敌人攻击呢，就会自身的速度可以提升到 24%， 暴击率呢到40%持续6秒。也就是说你打2下，基本有一下可能就是暴击，尤其是我觉得它是射出有点像是祝融的那种小小的箭嘛，所以其实会暴击的几率会非常的高那人魂的话呢，是说有刺骨效果的人呢你对他会造成一个最高到 320% 的一个攻击力伤害，那一样冷却时间8秒。那地魂的话，练到9阶的话，是EX技能触发暴击的时候，攻击力会有 27% 的一个伤害，那持续4秒钟的冰冻，其实4秒钟的冰冻还蛮久的。所以以上大概就是王元姬的一个战魂所以再跟大家说明一次，那我个人会推荐呢，先选天魂，那也是官方这次会送的那再来第二个呢，我们选人魂，再选地魂那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如果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些建议的话，那欢迎在底下的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好，那这个的话大概就是王源基 overall 的一个解说。那目前的话，它还没有相关的一个官服哦。那宾士的话，有一个这个复刻牌，那一样也是在这次的这个百花大赛季 ，OK， 它可以拿到的 ，OK， 就是你要氪金哦，可能是要氪它的一个战力哦，大概670块的一个台币，就可能可以拿到这个。好。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复刻牌其实做有点像，如果大家有在玩那个英雄联盟的话，有点像逆命，对不对啊？设复刻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王源基的这个技能组哦，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组。那基本上呢，王源基的技能组，它是完全跟这个祝融哦，我们的祝融是基本上是蛮类似的，它是用类似的一套模组来做打造这个武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王源基的技能组哦，我们先来看他的蓄力技。那蓄力技一呢是叫做破，那破的话就是拍打地面召唤寒冰之力造成130% 的一个攻击力伤害。好，所以我们就走过去。OK，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祝融的效果是一样的它也是直接拍地面。那这个的话，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这是在打暴风的时候很好用，因为你如果说在低等没有练度的时候，这个破呢它是可以直接一拍把吕布拍死所以打暴风的时候大家可以带一下破。OK， 你在低练度的情况下，高练度的话可能还会比较推荐带巨怪。好，那它的蓄力攻击一的图次呢是翻转一圈造成180% 的这个伤害。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这个是它的图，它就是自己会转一圈，然后往前的射一下。其实我觉得它转一圈是有一点多余它转一圈有点多余。不过尤其是它这个射的距离大家可以看，它其实没有到非常的远所以其实呢。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像我今天的对手是夏侯渊的话，我今天对手是夏侯渊的话，他其实应该是射得到我的他是射得到我的，所以个人觉得这个图没有到很好用这个图没有到很好用。那再来，他的蓄力攻击一盾呢 ，OK 是翻转一周造成190% 的一个伤害。那一样也是 OK， 它就是转一圈，然后这样子往下丢 OK， 我觉得它这个动作也是蛮多的，不过这个相信跟祝融的应该是差不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蓄力攻击的巨怪那巨怪的话是造成130%的一个伤害，那是往上丢 OK， 那在往上丢的当下呢，小怪就会被吸过来 OK， 小怪就会被吸过来，所以会觉得啦，就是你打百花的话呢，可能如果要用这个打暴风要用巨怪的话，你施展完就可以把它滚掉避免就是拖时间。所以呢，再来一次就是你施展完你就可以把它滚掉，这样会比较不会花 OK， 不会花到你太多的时间。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普通攻击它的普通攻击呢，其实基本上就跟祝融基本上是一模一样那这个的攻击方式呢，其实你在打 PVP 或是在打那个暴风，其实都会是很好的一个清兵的一个方式那像祝融的话，它其实有一个特点是，它可能可以跑一跑的时候 ，OK， 然后打到别人的时候可以晕。那王源基的话，相信应该也是可以王源基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我们现在马上来试试看 ，OK， 所以他现在马上。只要冲刺起来去 A 到别人就可以晕，所以大家这个的话可以在 PVP 的时候好好应用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蓄力第二招 ，OK， 蓄力第二招是踹一下踹一下 ，OK， 这个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实用 ，OK， 好像没有那么的实用。那我们来看它的蓄力3，蓄力3的话是往前射3下。那这个跟祝融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蓄力4，蓄力4的话也是来一个大脚回旋踢OK， 蓄力4是来一个大脚回旋踢。那它的蓄力5，蓄力5的话是跳起来，然后在地上大捶一下 ，OK， 这是它的蓄力5。那它的蓄力6呢 ？OK， 蓄力6是丢2下。OK， 感觉这2下应该是蛮痛的。OK， 感觉是这2下是蛮痛的。OK， 这2下是蛮痛的。
那以上大概就是王源基的一个技能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EXG 哦。EXG 的话就是跳起来射 ，OK， 再跳起来射。我们等一下再用一次。那无双呢？哇，无双是射这个超级大剑哦，这个就跟祝融有点不太一样哦。它的无双的话是狂射哦，那这个感觉就是在清百花的下排蛮好用的，或是你打这个，刚讲错是暴风的下排蛮好用的。那打百花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做到敌人的一个扫射哦。不过我觉得啦，就是王源基其实应该是血非常的薄，所以百花呢有没有到很推荐大家去使用呢？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它可能是比较属于一个副将的角色哦，可是它可能又会一下就死掉 ，OK， 一下死掉，所以没有到非常的推荐大家拿去打百花。好，那这个大概就是它一个技，它就跳起来然后射，可以做到一个闪避了，所以 PVP 的时候可能可以好好的使用一下。那我觉得它在 PVP 的方式可能会跟祝融的定位有点像，所以如果你是很习惯用祝融的角色呢，那你可以玩王源基。那我觉得它跟祝融的差异点是，它又可以将对手减速跟冰冻哦，所以其实有这个控场效果，其实在打 PVP 的时候会让对手觉得更棘手 ，OK， 让对手觉得更棘手。那我们来看一下王源基的这个秘术哦，那秘术的话，我会觉得王源基的话 ，OK， 你可以带就是风声咒哦，或是爆气，这两个都可以。那火焰弹的话也是一样，比较不推。那爆气的话，就是可能你打赵云哦，或是马超，他今天如果一直狂 K 你 ，OK， 或是像孙策，你完全躲不掉，或是打张合的时候呢，你可能就可以使用爆气。那风声咒的话，我觉得也是打赵云的时候蛮好用的，或是打远程射手 ，OK， 你靠近他，或是赵云要一套接死你的时候，你其实带风声咒也是蛮好用的。好，那以上呢就是王源基的一个技能组啦。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总体评价吧。好，那王源基的这支武将呢，个人我觉得有没有说到很推荐 ？OK， 有没有说到很推荐大家去养成它呢？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OK， 我这个人是觉得还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更多资源的话，可以投资在其他的武将，我觉得可能不会到那么的推 ，OK。好，那百花的话，我大概只会给它2颗半 ，OK， 满分的话是5颗星了。那两颗半的话，我觉得是因为它血是偏薄，所以你要拿来当主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好打 ，OK， 你没有那么好打。OK， 所以可能会是只有2颗半。那如果说当副将，他可能又会一下子就死掉，所以他在百花上场的几率应该有更多的角色会比他更适合。PVP 的话，我给到4颗星了，因为它其实攻速还是蛮快的，尤其又有控场技能。暴风的话就是5颗星了哦，他这只角色其实就会蛮适合打暴风的哦，一定是可以清兵非常的快。那打吕布的话，应该也不会，你等级练高哦，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养成的话，目前没有太多碎片获取的方式哦，所以其实养成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哦，所以大概也是只有2颗半。战魂推荐呢，一样也是先推荐大家哦，先拿到天魂。再来人魂，最后是地魂的部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王源基的这个解说啦。如果大家还喜欢这支影片的话，那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哦。那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那都欢迎在底下的留言跟我说。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大家拜拜。